小各位伙伴，大家好，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的线上。今天是2024年4月16号，已经晚上9点了。那我们的讲师 Patrick， 还有我们的张瑜文，还有我们的神秘嘉宾 Metal， 线上了。那我们就是把时间交给大家，交给各位。好，请。是那个打麻醉针的这件事情是吗？我先分享一下啦，打麻醉针这件事情哈，因为事实上在打麻醉针的这个时候，我有问过我们的捐血站的护理人员，那他们说啊，为什么需要打麻醉？那我就说这个在马来西亚他们的捐血是这样子的，那他说应该不用吧，因为在台湾这边的想法是说这个东西算是一个很 normal 的事情，所以他们比较不会说要把插针的这件事情当做是需要麻醉。而且台湾这边的话还蛮考验技术的，因为他们的针有讲过，我问过可以把那个在检验的针跟那个我们要捐血的针，可以让我拍一下照。他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只能让我说他在针扎下去的那一刹那间让我去拍那个照而已。因为我们台湾这个规定是这样子哦，只要针头的那个套子一拔掉，马上就要扎进去。如果你没有扎的话，那这根针等于是废掉，不可以让它接触空气接触太久，因为接触的越久的话，越容易招来细菌，会有一些外在的感染。所以他们针头一拔掉之后，马上就是扎针抽血或是注射。对，所以我那时候我能够拍到的话，就是最多他针扎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我可以拍照，但是要先忍住那个痛才行。因为现在我们捐久了之后，那个血管那边都有血疤，那他们都会发现到说，在推的时候就对不起，很痛，对不对？说对，因为他扎到那个疤的时候，他在针推进去的那个瞬间会有阻力，那阻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知道说，送针送不顺了，那表示我们这边捐血者的那个疼痛感觉已经有了，他就会开始让血管收缩，而且血管一收缩之后呢，针要扎就更难扎。对，所以他们就说深呼吸，尽量深呼吸，让血管能够放松一点，比较大一点点，要不然的话，你一紧张下去的时候呢，那个针一扎下去的时候，就是糟糕，他推到了，然后你也会痛不欲生，因为那个疤在那边的时候，那真的是，疼痛的等级有点像是拿一把刀在你的那个手背上，然后狠狠的刮个3、4次这样子，那种痛，很痛，听起来很惨对。因为他扎到那个针疤，那个痛真的很痛。那他如果没有在那个针疤上面，他直接在别的血管这样插进去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他们其实那个针头的地方其实是很利的，他希望就是你是进去就不要再退出来，或是再重新扎第二针，因为你扎针的话一定只能1次成功，不能第2次。不可能扎第2次会换针，要换针头，一定换针的，要换针头，一定要换针头。对，你有被换过针头吗？我没有被换过啊，我不需要。就是没有，我先跟你讲一个最恐怖的经验。我有一次被插了7个洞，这是怎么回事？插了7个洞，你已经扎到没地方扎了吗？不是，因为其实那次我是在另外一个捐血室捐，但是那捐血室对我的血管不熟悉，然后他们就会喜欢一直来调，就调到最后就血管就破掉了，松掉破掉，然后他就又没有贴好，整支针头喷出，就算喷的满肩都是血，整间喷的有过，他就整间喷的满肩都是血，然后我就刚好喷血了。然后他们就来赶快来弄，然后后来就赶快就是先帮我止血弄一弄，然后开始抽，然后就是换针头，再抽第2个洞不行，再抽第3个洞不行，再抽第4个，抽到第7个洞，因为血出来了，那他没有处理就是浪费掉了，所以他就要把它处理完，他很坚持的要把血抽掉。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行为是被禁止的。现在只要你插第2针不行，你今天就不能捐了。这是以前跟现在，以前他就说我说什么，今天你是可以捐血，我就一定要拿到你的血。那现在是说，只要你插2针，这2针没有拿到血，今天就不捐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捐血过后的那只手，千万不要随时拿重的东西。会有，然后还有不要弯。对，不要弯，不要弯，以前弯，现在不能。
因为前几天就发生了，因为其实我们前几天也有也有一场捐血活动，有一个捐血者就可能不小心的就用捐血的手提了，因为我们有礼品嘛，你们上个星期有看到我们都有礼品嘛，他应该是拿了，他应该是拿了礼品过后暴血，对，他的暴血到底是怎么状态？就喷出来哦，就算我们已经贴了胶布，可是他血还是会喷出来。而且我也曾经有过一次，是我捐完之后，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反正就压一下好 OK 了，然后就走。就后来我没有发现他沿路在滴血，他沿路滴血，滴。就后来有人就跑来之后说：“小姐，你的手怎么了？”我才发现，我沿路在滴血。然后千万不可以空肚子去，因为我们也发生了捐完血有人晕的，就马上晕倒，也不算马上就在间隔就一段应该是几分钟吧。他说人不舒服，头很晕什么的。就还有人就是给人家骗血啊，就是就后来闹昏倒，然后又去给人家输血。以前我们就有一个学弟就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好，才刚捐马上就输呢，马上用到去输血，我们就说你这样子根本就是去给人家骗血的这样子，你这样子你不但没有捐到血，还把人家血骗走了这样子。很多花，他这样赚很多对啊，然后饼干也吃了，纪念品直接就马上也拿了。我们的礼品是真的很有分量，如果上个星期有看到的，他们的礼品非常夸张，丰富。我们这星期还有一场捐血，然后这个星期的礼品赞助商多达28家，哇，好羡慕啊！可不可以来台湾赞助一下？太羡慕了！然后台湾人可以好好的那个效法一下哈，就是我们回头去看一下上一周他们到底怎么办到的。我们太过分了。对，这个星期听说还有白米。白米我们其实也蛮常有，有，白米也蛮常有的，是一包就够重了，1公斤就够了，不用到5公斤。台北的话有米的话是那个什么过年的时候才有，就是那个什么发财米。发财米，一小包的发财米，它是上面会写不一定哦，不一定。我觉得你还蛮常有的。我们之前送烤鸭，这个没有我们最哪一个县市？西体这个 OK， 这个没有我们曾经最轻的是1公斤的白米。好，那余文团长可以了吗？显然台中也挺厉害的哈。对，台中的礼品都不错，而且我记得好像是哪里还有送脚踏车呢。是减速换。不是，是真的有送脚踏车，但是它不是那种抽奖吗？也不用抽，我记得他有送脚踏车，它就是那种淑女车啦，那种菜篮车。哇哦！对，在南部有。高雄那是赞助商的，我记得这样是有赞助的，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赞助的。OK， 这挺厉害的。我记得高雄区的有纪念品当中有换脚踏车。哇哦！好吧，各县市大家好好加油了，伙伴！如果你们有更好的礼品，现在也有，那我们知道，那我们羡慕一下好了。好，余文团长应该是好了吧？应该好像是顺的这样子，好像是顺。已经这个叫做什么？刚才耍脾气已经耍好了哈，已经耍半个小时，该登场了。来，请哦，余文。好，那其实我们上次就Patrick也讲到了嘛，就是说其实我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有讲过，就是一袋血是分成就是离心出来，或者是就是分成3袋来使用。所以上次就证实说，原来全世界都是这么用法这样子哦，就是说全世界都是把它分成3袋来使用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已经讲这么多了，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东西哈。那上次来这个也是要看一下说这个是就是血小板就长这个样子嘛。你不用担心哈，因为今天好像都是。几乎都全新的人哈，你就把它当做大家没听过好了。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像是对，我们在台湾大概捐血就是分成，就是说250cc 跟500cc，然后全血跟血小板，然后你说全血就是暗红色的，然后你说血浆血小板就是这种淡黄色，这样子半透明的状态。好，但是就是血浆更透明、更清澈一点点。
更清澈一点点。所以看到这个，因为之前就有人讲说，这怎么捐出来血是长这样，没有人流出来是长这样，这是经过离心之后才会长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一定是经过离心的。好，然后我们再来，我要看后面来。这个是上次我去捐血的。好，那在血液的保存的部分，好，血液的保存部分，那其实血小板它是最难保存的，所以它是要常温保存，大概20到20，所以在捐血中心里面，其实它的温度大概都调在24度左右。所以有时候你夏天你说哇，夏天看到这么冷。然后冬天外面已经很冷了，然后它又可以继续吹冷气，那其实大概就是保持20到24度。那血小板以常温保存，大概可以保存5天而已。它5天之后，它的活性会不一样，就是它的效果会变得不好，所以它的保存期限大概就只能这样子。那可以保存最久的是血浆，它可以用冷冻保存，甚至可以保存到2年。然后血液的部分平均大概是35天，就是就是血球血液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红的那个部分，那一包的话大概是35天左右就会把它用完。那其实我也有问过捐血中心，那所谓一天的用量是多少？好，一天的用量是多少？因为我们在讲话安全库存的部分。安全库存好，然后亮红灯就是它剩下不到3天，然后是黄灯就是4到7天，然后绿灯就7天以上，就是表示是用血的状况是 OK 的，这样子就是说库存量是 OK 的。那我有问他们说，其实他们也没有，他只是说协议课会跟他们通报。好，只是协议课会跟他们通报说，到底现在的血是剩下多少的量，那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处理，这样子，要再赶快催人家来捐血啦，还是怎么样的这样子。好，然后继续来，这个就是我这次去捐血也是新拍的，好，这只手就是我手，这是护理师的手。然后我们血出来之后，它就会留4支试管，这4支试管就是分别去测试艾滋、梅毒、血型跟生理。好，就是说你每一次，所以他每次都会重新验血型。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血型改变过？他说有人这是接受骨髓移植之后，血型可能会改变。所以他要接受血型，因为骨髓它就是在制造我们的血液，但是有些人接受移植之后，那它的配对符合的，它可以用，但是它血型可以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我不太理解。然后就说反正就是有人因为接受了它适合的骨髓，但是血型就改变了。好，那这个我们就不是我能研究的部分了。那就是说事实有这样子的状况的。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好，这个就是我想，这是应该最近大家 Facebook 是看到的，上面我写的这个东西，有点像在写笑话这样子啦。好，那其实我跟这个杨就是其实他们就是里面那个真的是最厉害的那个护理师呢，他是医检。然后其实当大家都抽不到血的时候，大概也都就只有他抽得到，甚至还有人从南海到三重捐血室去抽血，就说我要找那个杨小姐这样。他为什么要找杨？他说南海说我们这边抽不到了，可以去三重找杨小姐抽。所以那我之前去因为之前三重捐血室有一段时间就是礼拜6休息，那我如果要去捐血，我就跑去南海。然后我去南海，我第一去南海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排队在那等啊，然后就有人就叫张玉文，然后他们的医检就冲出来，然后冲出来说：“哎，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值班？”然后他说：“真的是你。”我说：“怎样？看到我不开心吗？”他说：“我想说，怎么会有人跟三重噩梦长得一样，叫同样的名字？”然后他说：“你怎么来这里吓人？”我说：“你怎么来这里吓人？”然后我说：“没有，没事，来捐血这样子。”好，然后那个后来果然我上了这个台之后，然后就开始他们的护理师看完一个走一个，看完一个走一个，然后每一个来摇摇头就走，摇摇头又走。然后我只好打电话给这杨小姐，我跟她讲，问她说怎么办？现在好像没有人敢上我的身这样子。她说你帮问一下那个某某某今天有没有上班。然后我说，哎，你请问一下那个某某某护理师有没有上班？然后有。然后她说我刚才有问那个杨小姐找她这样子。她说哦好，叫她过来。她说哦，他们就聊了一下，她说哇真的是，然后来这里吓人的这样子。后来果然其实有啦，就是表示说南海也有蛮厉害的人这样子。好，南海也有蛮厉害的人。那这个是因为我在赖会就是他们都说这样三重噩梦，他就不讲。就后来当天我到了现场，好，这是我们的对话，他就留言给我，赖留言给我，他说最近什么时候开局就去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是缺血了还是想我了，然后写紧急采血，我说哦好啦，
我话不多说，赶快约时间就过去就对了。然后去让他一直不然后协议课说，这个张小姐不是都有固定捐血吗？怎么2个礼拜到了人没出现？我说我才难得迟到个几天就被抓到了这样子，就被抓到说我没有来捐血。那我都为什么有这么缺吗？他说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就像那个生理检查有一些特殊的配对，那就是一些状况，他们的用血是其实有一些更细部的分的用法。那这个东西讲起来太复杂，所以他也没跟我讲。他说就是用我这个配对的人有需求，然后所以就是看看我可不可以尽快的来捐血，然后让他们这个需求赶快补起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全血还有我们的就是血小板的部分，它是分开来。所以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安全库存量，它指的是全血，它指的是全血，跟就血小板的不是算在这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刚刚这边。好，它就是这下面看，它真有写哦，分离数血小板今天目标35袋。好，这就是血小板它要的量。好，这是血小板它要的量，跟这边上面是全血，其实它就是看从这件事其实就看得出来它是分开来计算的。好，分开来计算的。好了，那我又要来搞笑了，来，这个是什么？我们中间是一个白点点。我来搞笑的了，对。那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回答一下，有没有人要回答一下？大家可以都试着猜猜看，没关系。对，猜猜看，可以猜猜看。对，我跟宇文太熟了，所以我第一次猜中了。对我真的就是知莹一直叫我讲，我都已经找不到什么好笑的话题可以讲了，所以那天芝麻是吗？好，这个好结痂。好，其实答案应该就是结痂。那事实上来，好，这个我就是为什么中间针孔的地方是白白的？他就你看，这就是那瑶瑶姐回我的白痴，那是结痂。哦，所以前面要加一个白痴2个字。对，有时候我说跟他真的很熟，我在那边捐血十几年了，我们大家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要好朋友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他就要白痴，那是结痂。好，就是那其实这另外也就证明了一件事情，血小板真的就是黄黄的。好，血小板就是黄黄的，所以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你在血凝结，它就是靠血小板，然后凝结起来它结痂，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有点带点这样子，看起来当然在血中间看起来是白白的，其实它就是这样淡黄色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今天真的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跟你们分享。今天听说是叫大家一起来聊天的。好，听说是那个，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准备，其实我大概就准备了一些跟我第一次讲的东西补充的一些这样子的东西而已，这样子。嘿，来，神秘嘉宾还要加糖。好，我们来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哦，叮咚，请上场，我们的神秘嘉宾 M 先生。M 先生是我吗？对，就是你了。是的，就是你。我们现在没办法固定。好，请哦。突然间这个到我就有点害怕。那其实台湾，我从底下那个余文刚刚讲的东西，台湾其实以前也有捐血浆，有纯捐血浆的，但是因为那个好像成本的问题吧，还是有一些他们的运作操作上的一个需求，他们后来呢取消单纯捐血浆的这个部分，因为我本来有看过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捐全血，然后血小板跟血浆是3种分开来捐的，那好像是血浆好像也可以直接从全血那边直接做那个，可能啦，我是猜啦，可能是已经技术比较好了，可以直接从全血里面去分离出血浆出来了，所以就没有。其实是以前就是这代机器，我们现在我们捐的这个机器，然后它就是说它把它再分出来，再分，对，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分离的时候，它一样是出来血浆跟血小板，它一样是出来血浆，它那是以前是直接收走不还你，是。然后现在就是说那袋就是全部还你的这样子，所以以前的话就现在就没有所谓的那个让你单纯捐血那个血浆的这个部分，以前的话是单纯有的，对。
那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这样补充什么东西。刚刚好好补充的东西讲完，就是结痂的那个部分，针疤，他们叫针疤。其实我说大力捐血的人哈，我们一定会左右手互相捐，因为同一个地方扎久了会有那个针疤啊。你就说那个像我们这样常在捐的话，余文是因为常常比较在算是噩梦嘛，不是吗？三重噩梦。所以你的针疤可能会比较散一点吧？你还是同一个地方吗？我的针疤非常集中，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的地方就这里，所以你每次都要痛一次。所以没有啊，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很习惯了。然后然后每次他们就问说会不会痛，我说我戳你看你会不会痛。对。所以我说我戳你看会不会痛？好，那当然不是，因为其实你针在血管里面，有时候它针会如果碰到血管壁，你会有点刺刺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好，所以这个但是虽然如果你觉得那种刺不是很舒服，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他就会帮你稍微调一下，然后而且他没有碰到也会流的比较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真的如果真的觉得有些不舒服什么的，就是可以跟他们说的样子。不过那个拔起来这件事情就是比较不会了啦，要拔起来重新再插的话，真的会比较减少，会比较少。所以我说那个他们都跟我讲说，以后你不要再跟人家讲那个被扎7针的事情。我说那个才叫噩梦好不好？那才真叫噩梦好不好？被扎7针这个，那这样讲是现在不可能。那但是说他希望就是说不要让人家听到这种故事被吓到了，不敢来捐血。对，因为真的这个听起来是真的是蛮吓人的。我被真的扎7针，那你说一只手臂上内侧、外侧、中间3条血管，2只手都扎了，然后还有1条扎第2次，所以你就说我说我那次被扎7个洞，然后再加上开始的第1个洞，一共8个洞。我说真的是蛮神奇的。那当然，我觉得其实有人在讲说，其实好像我也蛮勇敢的，这样子被扎，我还是继续来捐血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捐血，我们为什么要捐血？是因为有人需要。如果没有人需要，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就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们捐血干什么？那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有需要。那当然有些需要的时候，你像那些意外事故，我觉得意外事故是应该人为去避免。但是有些一些病痛的部分，那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尽量的去做。那是因为真的这些人有需求，我觉得才有我们捐血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尽我们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爱心的一个地方这样子。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接到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说想要分享一下说为什么想要捐血。那我个人想要捐血的原因在哪里？那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以前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类似小时候我的志愿，因为大家会写作文题目嘛，小时候我的志愿是什么嘛，对不对？那我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的印象很深刻啦，就是人出生之犊不畏虎嘛，所以在懵懂无知的时候，然后要写我的志愿是什么，我知道总统只有一个，轮不到我我那时候也觉得我蛮天才的，那总统轮不到我。我看医生那么多嘛，又好像很厉害，很会赚钱，我就想我的志愿就是要当医生。那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然后从小学到国中之后呢，突然有时候我开始回想的时候，想说我那时候怎么想到要当医生呢？因为真的很难考，然后我脑袋又不好使，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想说哇糟糕了，我的志愿现在好像不能当医生了，但是救人可不可以？我虽然不能当医生，但是我可以救人。那后来我们到18岁的时候，在2专嘛，我要读龙华，我就看到学校那个捐血车进来。那个当然嘛，捐血车进来，然后就是学校跟那个捐血单位，就是那个时候是，我记得好像是新竹，我们那时候来的是新竹的那个捐血车，因为我第一本的那个捐血护照就是红色的那一本它上面其实写新竹竹字的。那我看到的时候就想说，我又回想起以前那么荒唐的事情，我要当医生救人。我想说，那好像捐血救人好像也不错，所以我就第一次的捐血就是放在龙华的捐血车上面这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本红色的那个捐血志愿，好像捐血志愿卡是不是？捐血卡，捐血卡，捐血卡对。
红色皮一张牛皮纸这样子，是牛皮纸哦。对，以前最开始是红色。对，然后后来那个就开始人生第一次的捐血。那之后的话，因为第一次捐就只能捐200万啊，记得哦，第一次捐血只能250哦，不然500哦，你想要500也不行哦啊。如果500的话呢，那保证是那个我们护理人员有出包哈，他其实还会检查啦。那我们那时候检查完之后呢，第一次捐完250之后呢，第二次的捐血是什么时候呢？当兵的时候，因为当兵捐血可以有荣誉假，放假。而且呢，荣誉假呢250是那时候我们连长给的福利还不错，250 2天，啊500 4天。当然就很厉害，好，500就当天就去捐500，然后呢，捐完500之后呢，我下来之后我发现说，其实因为我第一次是捐250嘛，那后来因为那个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我很快我毕业之后，其实我直接就入伍了，我没有特别再说继续考2技，所以我的捐血时间跟那个捐那个500的时间其实是有足够，而且没有超过1年以上，所以。他那时候就直接说，你确定要捐500吗？我说对啊，就捐看500啊。以前因为看我第一次记录就250而已，他很担心我那时候超瘦，我那时候才55公斤吧，很瘦。我现在63，他说我很瘦，所以那时候想说，看你这个人可以捐500吗？很怕我捐了血之后就那个晕倒在那个军营里面，可能要再送到军医那边去。我后来想说没关系，就捐看500，因为其实50公斤以上就可以捐500了，啊，男生50公斤以上就可以捐500，所以那时候我去捐500，下来之后觉得还好。不过连长也体恤我们都有捐血的人，因为连长我觉得他这方面的尝试也不错。当天有捐血的人呢，晚上都不用跑5000公尺，赚一个晚上不用跑5000，但是隔天还是要跑，对。所以那时候我们隔天跑的时候就当兵的时候好像真的体力真的比较好，所以。后来隔天我们一样照常早上起床去跑5000公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对，那一直到我退伍之后，我大概每隔时间就是我记得好像是4个月吧，一开始好像是4个月，你捐500的话，4个月才可以捐第2次。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看时间，我有想说看到捐血车时间到的时候我就去捐血。那我特别要讲的有一次就是我在捐血的时候，就是人家讲就是不信邪啊，以为自己还是年轻小伙子，他当兵的时候体力正好，所以呢，我就在那个捐完血的当下，有一次我是在西门那边的那个，那叫什么？西门那边有个那个捐血车，就在那个万年，对，那个，那个捐血车捐完血，峨眉捐血车，峨眉捐血车对，峨眉号，峨眉捐血车，在峨眉捐血车捐完血之后呢？因为我那时候有赶时间，我有赶去搭捷运，所以我那时候一捐完血之后，因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万年到那个西门捷运站其实还有一段路，那时候我就想说糟糕，我跟人家还有约我怕那个失约，所以我用跑步的跑，就捐完血之后大概休息个3分钟，真的3分钟而已，大家看手表的时间3分钟而已，我赶时间嘛，所以做完3分钟之后呢，饮料拿1瓶走了之后，就直接直接跑到西门那边去。然后我赶到捷运，赶到捷运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一松懈下来的时候，我想到应该没什么事吧，结果才发觉眼前突然一片黑，真的不要铁齿，刚捐完血，尤其是捐500的时候，绝对不要运动，真的不要激烈运动。那时候我真的就发觉眼前一片黑，我就惨了，这种事情居然发生了，因为我有印象中类似像我眼前那时候，我记得我现在差不多在国中的时候吧。我有过一次，就是那个低血压的状态。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时候因为我早上很累，我去买完早餐回来之后，可能还在睡觉当中吧，刚睡醒嘛，去买早餐回来之后呢，爬到第3楼，3楼楼梯的时候，我眼前开始变黄，眼前看到的景色全部变成黄色，就像底片那种黄色的底片这样的感觉。然后闭上眼睛坐着再稍微再站着休息一下，闭上眼睛之后呢，再打开眼睛，看到彩色之后呢才上来，然后。我那时候在捷运上的时候，就想到说，哇，我以前那时候发生的状况，体力不好的时候，但是这次更惨，整个眼前是一片黑，所以马上就蹲下来。然后捷运的人旁边的人就说，我怎么突然间蹲下来？然后蹲下来，他做一下差不多1分钟吧，就在那边1分钟。旁边有人说，我有没有要紧啊？现在有没有问题？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我就说我没事，我可能就是刚捐完血之后，太冲动了，所以赶快蹲下来自救一下。那后来张开眼睛的时候呢，因为蹲着的状态下张开眼睛的时候，其实真的有比较恢复，看到眼前的景物有回来，所以这次我真的是那个切身之痛，真的发觉到说，真的捐完血之后千万不要运动啊，即便是我捐完血小板之后，我也是尽可能能够休息个5分钟到10分钟之后再移开，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出去捐完血出去，就像刚刚余文讲的，你刚刚捐完血之后又变成别人要捐血给你，很惨，对，所以真的有些那个捐血的过程当中哈，就是照着医护人员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指示啊，那不要说啊我还年轻哈，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还蛮年轻，我那时候才30岁而已吧，对，当然退伍之后才退伍差不多6年吧，但是其实体力已经退化很多，因为体力是需要每天练的了，真的不能说铁齿就给大家硬盯上去，那是很恐怖。对，以上这个小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记得捐血的时候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真的不行有不舒服的话，一定要跟医务人员讲。好啦，没错说吧，刚刚你说的就是讲嘛。基本上哈，那个医护人员其实在一开始要去捐血的时候呢，医护人员都会先讲说啊，有没有身体不舒服，感觉不好啊？如果你有正常睡觉的话呢，他就开始抽你的血。那抽完血之后呢，他还会给你一张小卡，台湾都会有一张小卡，良心回电，可以看得到吧？来良心回电哈。那这个良心卡给你的时候呢，他就给你的时候会给你讲一段话。当你回去的时候有发生不舒服、头痛、发烧的时候，请务必拿这张捐血卡上面的条码跟他们说，好，那他们会处理这袋血。那讲到这边，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吧？你现在在感冒的状态之下，他们有提醒你要做这件事情，表示说这袋血可能就不适合给捐血人使用，因为有可能你的这个病不晓得是什么病哦，也可能是普通感冒，也许。但是如果说是比较严重一些病毒性的病的话呢，会不会连带的传染给那个受的捐血人、受血者？所以他们会提醒你，就是说比如说真的发生身体不舒服的话，一定要赶快良心回电啊，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已经是艾滋带原者啦，哦，对不起啦，没有冒犯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有那个病毒的在身上，或者是说你有吸毒，或者是说那个你有酗酒这类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常规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除非另外再去验。但是你们也知道，就是捐血这件事情不会特别去验这些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你是带着一个善良的心，发自于善良的心去做这件捐血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东西，他们都是用告知的方式来跟你说。那不会特别强调，但是会强调一件就是，如果你隐瞒这些事情的话，会有刑事上的责任。现在这个有刑事责任了啊，尤其是你是如果说是一些艾滋带源的状态之下，你把这个血液传给其他的人的话呢，这有刑事上的责任啊，或是性病、梅毒这些东西的，他们都会提醒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有一张大表，会点出你有没有这些状况，有没有这些状况，有没有这些状况。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以台湾来讲。对这方面的话，其实刚刚余文团长也有分享，其中有一馆是有测试艾滋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即便是这样子宣导了，还要再测艾滋？因为真的有空窗期啊，你不晓得状况，你真的有空窗期。那么万一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也会因为你的关系而那个造成传染，一生的传染，这是很可怕的。所以那个良性回电，大家一般来讲，我都是等那个9天之后、10天的时候，我才会把它丢掉。那时候大概也没什么特别的状况了。所以这时候再感冒的话呢，就真的就是你真的感冒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回答一下好，刚刚讲，既然是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的话，那我吃药可不可以去捐血？基本上你只要有吃药的话呢，你的血液里面就会有那些抗生素啦，或是那个退烧药的这些成分在，那么这些药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是不适合给那个受血者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药本来是健健康康的，结果一捐下去之后呢，可能更糟糕因为有药效的关系。那这东西也是一样，常规分离不出来的，所以会建议大家
你只要有感冒症状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捐血，因为这可能不是帮到别人，而且你自己在感冒状态下，你又失了250cc 或500cc的血，你的体力会更差，这是真的。所以爱惜自己呢，然后也让那个受血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干净，然后那个能够让自己健康的血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们，然后也可以让这个世界会更美好。那当然啦，大家尽可能的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一起来捐血。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能够救到别人的方法。即便你不是医生，你也可以捐血。以上。然后我觉得像捐血中心，其实我常常在讲，他们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也不会想把你榨干。你真的不适合的时候，他真的会跟你讲说你下次再来。那之前当然我也问过，那时候我说药的这个部分，他有些那我有问了一下，他说其实是你只要是治疗性的药就不行。好，那当然我说，因为大家就觉得有人讲那不要呢？不要算不算？不要算不算？不要不算，对，就是要是治疗性的药才算是在他们的用药范围之内这样子。那就刚刚讲说，然后所以那个刚刚讲说，我们这样捐血捐这么多，有很多的疤这样子啊。那其实捐血的疤跟吸毒的疤是不一样的。吸毒不会有疤，吸毒会看到是很多的比较烂的那种针孔的那。对，他看到都是看到都是针孔，然后会有点溃烂的这种感觉。当然我是没有真的看过，那就是据他们在形容是长这样子。所以像之前我们学校健康检查的时候，然后就是要抽血，然后那个护士一看到就说，怎么都是疤，都是针孔。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吸毒，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你吸毒真的吗？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就显得他好像不是这么的有尝试但是好了，不管怎样，我就开玩笑，我就跟他讲我吸毒，没想到他这么紧张的就相信了。我说如果像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吸血，我们是给血这样子我们是快乐给血鬼然后我们这样子可以健健康康的，那这个当鬼也不错这样子。而且越捐越健康。那个吸毒的人他们打的针不会用我们那么粗的针，因为痛那么针超痛的耶。他们应该也没这么多毒品好打吧？那个一针这么大支。对呀，打下去的话，那个针就升天了。打用那么粗的针的话，应该直接就升天了。是啊，对，因为为什么我们针头会用这么大？其实因为这是避免它的血球被破坏。所以它针孔要大一点，然后就是让它不会在流的过程当中经过针孔被破坏。所以我们用的是16号的针，16号它16号针它大概就是它是一寸的1/16，它1寸的1/16，所以其实还真的是蛮粗的，是蛮粗的，是1寸的16分。那一般的那种在打针的，一般的如果说那种感冒什么打针那种，大概是22号左右的针头，那甚至有一些更细的那种婴儿在打到27号半，27又1/2，所以那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细。那这是我们这根香，甚至那种这么细的，可以放到我们现在那种针头的里面，都还可以活动。所以说，那是我们的针是真的是蛮粗的。只是我还是觉得那个马来西亚要上麻醉，真的是让我觉得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那我们是局部麻醉。但是说上次主哥在问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台湾应该没有这个步骤，我会觉得我说我就第一个直觉就是台湾没有这个步骤，所以果然台湾真的没有这个步骤，真的没有步骤。我去求证啦，然后他们也说怎么可能？对，他们所有的那时候我认识了几个人，他们说怎么可能？就是一副嫌弃，我就说哪有这个东西，这个这么夸张，需要打到麻药。帮你上麻药。因为我有捐过，所以我知道那个是真的插下去，你只感觉到那个管那个针头好粗的，这样子进去你不会感觉到痛。我说其实那一瞬间，那这一瞬间呐，而且我跟你讲啦，你就干脆来台湾住个1年2年啦，可以捐血之后呢，去享受一下那个针头扎下去的那个快感。
超赞哦，好正点哦。7月要来台湾，可以安排。哎，上一次那个 Peter 团长不是有介绍吗？说我们在营区应该就有机会可以捐血了，可以，可以。好像 Patrick 好像不行，因为外国人不能。他是外国人，所以要住。而且至少我当时忘记问了，说就要在台湾要待多久之后才可以捐血，这件事情我忘了问。日本倒是蛮开放的。因为我之前就去逛过日本的捐血室，我看到就是你这样，我就走在路上走，看到捐血室我会兴奋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跟我朋友说，我可以去捐血室走一走这样。他说你要去干嘛？然后我说我想去看看日本的捐血室。那他们日本的捐血室像我们那，他们是躺着捐哦，他们是躺着捐。对，我就不知道，我躺着捐，我就感觉好像不是这么舒服躺平的吗？躺平。我们最近我看一下哦，在我们公司就是有那个捐血车会到，就是大概固定一段时间，就是会有邀请捐血车来。那这捐血车上面的就是位置呢，它是真的是就是可以躺下来这样子来捐，全躺平。对啊，就是躺下来啊。我那时候看到我也觉得哇，好舒服哦。真的挺漂亮的。我觉得如果像我们，如果觉得你这样躺2个小时，我会觉得不是他躺1个多小时，我觉得躺久了不舒服。你可能想太多了，大家一堆人在轮着想要捐哈，所以就是时间到，大概就也差不多下来了，不会挤。因为当然说，因为我们这种，因为其实我看到说他们连这种捐血小板的状况也是都躺着捐，我就或许全血一下子，我们这样捐血小板一定超过1个小时。那躺一点哈，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顺便睡一觉啊，那时间到了，起来咯。你没这么好啦，那个机器会叫的好不好？叫你起来，机器会叫你起。对，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就是你太放松，它血流流的就变慢，它血流变慢，它流不过，它就机器就它收血不顺，它就会叫，然后它机器叫了，然后那你要做什么事？那你机器叫了，你就说哇，你就是自己要手部运动。就是像去捐血，它不是叫你握放，它就让你的用手去加压，去加压，让你的手就血流比较快一点，比较顺一点这样子。对，然后那像之前像我说我之前用那种机器灯，你就看到很明显，看到旁边就是有绿灯、黄灯、红灯，就很明显。然后你就看到绿灯就是表示它很顺，黄灯就是有点不太顺，那红灯就吱吱叫了。所以这个就是马上那如果它叫太久，它机器会跳，它会停机，它会跳掉，它就会跳，它就不可以再收。那如果它停太久，那这再血就是报废。所以就是其实他每次随时会来顾着说你的到底状况怎样，会叫是血流不顺还是怎么样，就他们也会来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对，然后我说那次我就去看，我说哇。他们竟然日本都是躺着捐血，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好神奇了。我自己觉得这样叫我躺着，然后而且我觉得那个躺在那里的感觉怪怪的耶。你说坐着跟躺着，等一下，那你有没有真的在那边捐血？就是你进去观摩了之后，然后我去问他，说我是台湾人，我可不可以捐血？他说台湾人可以，他们说。所以当下呢，马上卷袖，因为我才捐完血才过去的哦。我捐完血才过去的，所以我还没有到时间，还不能捐。对，那所以他说问他说可以捐。我当下我问他说，到日本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排一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去完成捐血。因为就像你说，人躺得太舒服了，你可能就哔哔叫。那他们过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在因应在？然后但是因为像捐血小板跟捐全血是不太一样的状况，那就是说你捐。正好，像台湾，一定要有捐过全血，然后就是他们会观察，然后你 OK， 然后你已经过了你第一次250，过了2个月之后，然后他们看他觉得 OK， 你适合，他才会让你，然后就他会就是讲每次要捐之前都会先抽1管试试看你的状况如何 ，OK 的话，他才可以让你捐血小板。那如果你血小板，我曾经有过，不知道为什么有半年很忙，我觉得我刚好过了半年的时间，我才再去捐血。他说那不行，要再捐一次全血才可以再捐血小板。好，他有这样子就是有一个这样安全规定。其实一方面也是保护捐血人，就是怕你的一些状况有一些不是这么的适合的状况，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机制，就是如果你停止捐血超过半年，
那你要先再捐一次全血之后，才能再捐血小板这样子。对，因为我自己有发生过一次，他说你就差2天，你不能捐。然后说好吧，就又捐全血这样子。对，有这样子的状况，要感谢那个吴盼盼帮我们查好了。吴盼盼哈，来看一下，他帮我们写上去了。他说外国人捐血，请先查询所居住国家是否为感染危险区域地区，依出生一期的人民来台满3年可以接受捐血。哇，这第一个就已经有一点严苛了。没有，他是出生于疫区的人，就是感染危险区的地方。对他在疫区居留1年以上的人，要来台满3年可以接受捐血。对，来台满3年之后再回到疫区的话呢，暂停捐血1年。所以 Patrick， 你可以来台湾捐血哦，只要你不是疫区的话。满3年，享受一下。满3年，为了捐血。因为马来西亚应该不是我记得马来西亚不是疫区，好像不是啦，我记得应该不是。因为疫区有几种，一种是那个蚊子、疟蚊那一类的。疟蚊，对，还有那个是尼西罗还是尼西罗病毒，是不是？要不要查一下？就是有这个西尼罗，我忘记了。我上次有一次出国去那个地方，就是有那个病毒在，所以他要我那个观察半年之后再看那个可不可以捐血。对，我们应该不是疫区的。就是说你可以捐血了，先不要捐哦，3个月哦，现在几个月？现在已经4月了哈，记得留一下来这边捐血，享受一下那个没有拿真的快感。我还打算这个星期去捐血，因为这星期有米耶。有米。来台湾，我请你吃一大堆饭好不好？我请你吃一桶。你可以因为捐血吃到了什么芒果冰之类的哟。没有，我来支付可以。直接支付是吗？我请他。直接到营区外那个帮你弄进来。不用，我就来台北，他不是要来台北吗？对不对？带他去吃木席。OK 的，我上个星期好像没有分享我们的礼品嘛，对不对？看过一眼而已，没有看过。看到很多，还没有分享出来。看到很多东西。我看到转移话题。因为我现在找着在 FB 找着，所以刚刚就给我找到一个。他刚才讲虽然只有讲米哈，实际上其实有米以外更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边的吸引力可能还需要大家再多努力一点。当然，等一下，这是一次捐血拿到的东西嘛？对，一次，然后一个人拿这么多。然后这些都是基本的，基本对，哇，2颗蛋、3颗蛋，然后有水，这是湿纸巾吗？还有饮料、饰品。这边有 Metal 最爱的，这有 Metal 最爱的冰，连冰都有，冰棒。对，然后 Metal 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我说的这个面包油，牛油。面包油。然后旁边那个是什么？起司。这个是面，不是，这是面。这是面，这是白糖，这应该是这个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柳橙汁。那很大那个就是米是吗 ？rice。对，这个是泰国米。泰国米长条的泰国米，哇，还用这么漂亮的袋子装。台湾小周5。对，这个就是台湾小周是一个餐馆，然后这是5块钱的折扣券。马币吗？对，马币 RM， 马币5块钱的折扣券。然后有纸巾，然后有米汤，有米香，米汤。对，后面好像面包的样子。对，这个应该是面包。1、2、3，直接一次就有3个小面包。所以这些都是基本款。饮料还有6瓶呢。1、2、3、4、5、6，不止哦。后面还有冰，那个也是，然后有冰，还有好像有矿泉水吧？对，矿泉水。那个是冰淇淋吗？这是冰淇淋，那这边冰淇淋在这边。
对，这是冰淇淋、冰棒，然后这个就是盒装饮料，这个口水都流了。哎，所以这是我们这边的我们这边的那太个，令人羡慕了。我在想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会怎么样？也是大家抢着捐血嘛。所以这个就是休息区捐血过休息区他们会给的，就是刚刚你看到的面包啊、鸡蛋啊什么之类的，全系列的。哎，我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你分享，我去捐血收到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我那次我收到了一箱24瓶保特瓶小瓶保特瓶24瓶的饮料一箱，然后呢还有很好笑，然后再来还有一大盒的那个鸡蛋饼干，然后还有一盒面膜。那一次我跟你分享过，对不对？我很有朋友讲过，然后我有一次也有拿过一盒面膜，是那个在南海捐也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什么，他们哪一个狮子会捐赠的？然后我说那个还是妈祖面膜，好像是面膜，对，那是妈祖面膜，所以我就觉得那次真的很好笑，就是说我搬回家都搬的好重，就是一箱24瓶小保特那个小盆保特瓶24瓶一箱。对，我正在想，你这样子，你一只手不能搬重物，那你怎么拿回家？用另一只手，再怎么样再把它扛回家的。对，说什么就是要把它扛回家，没错。你看吴盼盼给我们一个讯息，有他说拿好了哦捐血免费吃650元的整只烤鸭。哇！赶快来台湾吃，赶快来台湾吃。马来西亚不是疫区，确定好了。再送半手2选1。我看一下台湾的出征。余文团长，哟，我给你一个主题好不好？捐血的主题，如果你要办的话，说说看。热血献爱心，携手送温情。不错，不错哦。然后赶快把它写下来。来台湾捐血呢？还是把你导回来？你要不要来台湾捐血呢？现在有口鸭哦，650元哦。这个应该是之前了，不是现在吧？没关系啊，就等全国大陆营的时候来捐血吧。对啊。那个大家都已经讲，已经这么多，开始在加码东西了，对不对？你就有新的体验哦，就是你第一次就是有一个在台湾捐血的记录。对啊。来享受一下台湾没有麻醉药的捐血，看多棒啊，多健康啊，对不对？想到这个可能就不想捐了。是啊。我们在这里多舒服，去你们台湾要受罪，而且你们针孔那么粗，是这样吗？基本上应该是一样啦。基本上应该是一样。好，它现在应该是不是暂时是宕机的状态？它画面是没有在动的。对啊，画面没在动了。看到马来西亚。我要补充一下，对不起，我要先补充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像刚刚我们讲到说，其实为什么他们捐血中心会来 call 我们去捐血，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是分开，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血小板跟全血的是分开在救。那其实像我们，所以他已经把我们当做一个固定在捐血小板的一个对象。那他其实他是算他当然说也知道我们一定会有时候不行，但他其实会把它算在他可以去的储备用量的这个后援之一。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其实真的就是那时候在讲的时候说。如果全国大陆营有办捐血活动，基本上我也不会去捐，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捐的其实是因为是这样，我还是觉得是有人需要，那其实有这些需要，那在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这个是，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是可以确保他的血小板的用量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会说我不就像有些人会说为了赠品去捐血，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那种时间到我们就去捐血的人，所以不会因为说到一些什么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固定的捐血这个样子的状况。就是我想补充一下说，捐血那就是这个是分开来的使用，那大家可以其实真的是去多体验，从全血开始，因为全血真的比较容易捐啦。好，真的全血真的比较容易捐。那250其实你就想，你真的不要去，你说你就算不是第一次捐，你也不一定说你说我体重有够，我一定要挑战500吗？不要，我觉得其实适可而止。我觉得其实
真的不需要去说要让自己说可以多怎么样的那种状况，不需要，就是我觉得还是把自己身体顾好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子。不然您的那个小德团长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对啊，我是说，像马来西亚他们这样捐血，赠品的部分，但是跟我们台湾还是有一点差别。虽然我们台湾是少，没错，可是捐血的单位他们都会有一些捐血特殊的那种没有小礼物、小赠品那些。觉得第一个是他比较有推广的那种感觉，而且有时候说实在的，没有一点诱因的话，有时候一些人他们就比较没有那种想要捐血那种带劲的那种感觉。虽然启发动机，有些人是需要这个动机的。像我的话，没有那些赠品在其次，但是如果捐血的那种没有中心那些小礼物，反正那个非常感觉上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很高，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收集的话，反而让我特别想要去那个的。金光闪闪，没看到。而且像这一张卡，我拿到以后都一次都没用到，为什么吗？因为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还是要先让我看身份证，而且后面的话根本跟身份证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张卡我不知道它出来的意义是干嘛的。那好像是取代那个红皮的那一张那个牛皮纸的那一张捐血卡用的。对，这是他已经到第3阶段，红皮是第1阶段，然后第2再来是换白卡，对，白卡，然后换白卡之后才换那一张塑胶卡。然后就说那张就是以后就是用那一张，但是后来之后就是身份证，他就直接刷条，直接刷条码了。之前就还有一个阶段就是那个绿色卡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卡之后才是那个绿色的卡白卡，因为我之前我那个也是那个我还有收集的，我还留着，就是那个集点卡那个时候还在，集点卡集完之后，我是先拿到那一张捐血荣誉卡，捐血荣誉卡拿完之后才是白卡。绿卡没有，集点卡追集点卡不一样，那个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个时间点，那张卡的时候，我在这之前已经先拿过那张卡，但是那张卡用没多久之后就变成集点卡的形式，而且那个时候就不再看那个荣誉捐血卡，而是要看那个身份证。对，这是同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是拿身份证那张。一定要再让眉头看一下。让眉头再看一下，传说中的捐血经历，你就快要拿到了，这是捐血500次的纪念金币。再给我半年。对，眉头，下次你也可以拿来跟我炫耀一下，我看看，太厉害了，非常的荣耀哈，非常的开心，就是登500次，有可以满500次啊，这不是每个人可以办到的，就是余文那个大家听说1000次的金币更大，加油，余文你就往1000挑战了。我们大家先来合影好不好 ？OK， 那想聊的就是待会就继续聊好不好？那我看看咯。其实现在画面看起来也蛮大了，好，我们就直接这样拍了，好不好？好，在这里哦，各位3，要开镜头的现在可以开咯，开咯，3、2、1，好，那就是我们的自强刚那个，自强上线了，刚不小心那个下线，现在上来，好，我们自强你要开镜头吗？想来开镜头吗？好哦，那我们再来拍一次，好了吧，各位，拍到这边喽，3、2、1，好，那我们谢谢各位。朋友，我永远祝福你，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快乐。感谢观赏费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